汉光演习结束了，最值得关注的不是首次参演的 MEART， 也不是占据视觉核心的海马斯，而是 T65、T91、T112 步枪三代同堂。这个世界上哪里的 AR 步枪造得最好？很多人的答案肯定是美国，毕竟那里是 AR 平台的老家，有着最成熟的产业链和最挑剔的消费者。但是在2017年，有一款来自台湾的 AR 配件悄悄登陆了美国庞大的民用枪械市场。就在上市的第一天，这款配件被美国那些玩枪无数的老玩家抢购一空，甚至在各大论坛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而这款畅销美国的配件就是出自 T91。挑剔的美国人居然在排队抢购台湾制造的 AR 改进型配件，是美国造不出来，还是台湾的设计更为超前？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把宝藏步枪 T91。来，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老朋友印度英萨斯步枪。他当初抄这个抄那个，抄出一个半身不遂。而 T91 其实也是借鉴了前身 T65、T86 的基因，也结合了 AR18 和 M16 的思路。但是台湾却能造出世界一流的枪械，它是30年磨一剑的三代杂交究极体。一提到活塞设计的 AR 步枪，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德国 HK416， 觉得那是活塞 AR 的标杆。但其实台湾的2.5兵工厂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开发 T65 步枪的时候，就已经彻底抛弃了 M16 那种容易积碳的气吹式导气管，更早的走上了活塞的路线。为什么要活塞更好？这是因为气吹式步枪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子弹发射的气体会顺着导气管直接吹进机匣内部，把高温的残渣和碳粉喷在枪机组上，变成粘稠的油泥。只要士兵在野外擦枪不那么勤奋，这种步枪就一定会频繁卡壳。对于台湾来说，大量服役期1年或者4个月的士兵很难像职业特种兵那样每天精心维护武器，所以兵工厂从 T65 开始就用一根实体活塞杆挡在前面，这样机匣内部就能一直保持干干净净，随便在泥地里打滚也能照样开火。从 T65 开始到后来的过渡型号 T86， 再到我们今天的主角 T91， 这套短行程活塞系统经过了3代人的修改和演化，它绝对不是简单抄袭一下 AR18 就能做出来的东西，而是兵工厂自己摸索了几十年的心血。有意思的是，虽然内部的灵魂已经完全换成了活塞，但 T91 的外表却依然长得非常像美军的 M16。 不了解的人说，从最初的 T65 到 T91 就是简单的抄袭一下 M16。 今天火力军就明说了，对，就是抄袭了 M16。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抄袭吗？台湾之前的主力步枪就是 M16， 整个 T91 家族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设计的，从士兵的手感到后勤体系一直都是属于 M16 的。对于基层部队来说，重新适应一把全新布局的步枪是需要海量训练成本的。弹匣卡榫的位置，机枪释放钮的位置，还有那个经典的梯形垃圾柄，全都在老兵最熟悉的地方。只要你以前摸过 T65， 拿到 T91 闭着眼睛都能完成换弹上膛。这种设计大大降低了部队换装的训练门槛。你以为的黑料，其实恰恰是值得称赞的地方。不顾士兵感受，盲目的改进换代，就势必会成为下一把英萨斯。不仅如此，因为对这套打磨了30年的活塞系统有着绝对的自信， T91 的工程师干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他们直接取消了 M16 那个非常经典的辅助推击柄，就是侧面那个圆形的按钮。当机枪因为太脏或者沙尘卡住无法完全闭锁的时候，射手可以用手掌用力拍击这个按钮，强行把枪机推到位。但是 T91 的工程师就是这么自信，我们的活塞系统推力足够大，内部也足够干净，根本就不存在推不到位的情况。留下这个多余的零件只会增加重量和故障率，所以直接大笔一挥把它给删了。除了自信， T91 在防胎设计上也下足了功夫。传统的活塞步枪在野外拆解保养的时候，往往需要面对各种细小的固定哨钉，士兵在野外拆枪，手抖一下掉一个小弹簧，这把枪就失去了战斗力。 T91 针对这个痛点搞出了一个快拆系统，工程师把一大堆零碎的小部件全部高度集成封死在了一根金属管子里，士兵在维护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动用任何专业工具，整个活塞传动机构就像一根完整的铁棍一样，能够被单手抽出来，拿布随便擦一擦火药残渣，顺着原路塞回去，保养就完成了。哪怕是在夜间没有照明的情况下，士兵凭手感也能完成保养，这就是独属于 T91 的人体工学。当年在验证阶段，军方对 T91 进行了最残酷的万法测试，测试人员直接把样枪扔进泥水里泡，埋进沙尘里掩盖，甚至用高盐度的海水进行浸泡冲刷。
测试记录显示，这把枪在各种极端环境下连续射击，前6000发打完出现了零故障的惊人数据，一直打满1万发子弹，枪管的精度依然保持在合格的规格范围内，打烂了外界所有的质疑。经历了万发地狱测试，连泥水和海水都没能搞坏这把枪，按理说它应该是一把无懈可击的完美武器了。可是就在它大批量发配到基层连队之后，却因为兵工厂在设计时一个自作聪明的偷懒举动，却把这把好枪的名声有了污点。这个差点搞出人命的低级失误，就藏在 T91 的零件兼容设计上。在 T91 正式大批量服役之前，台湾基层部队大量装备的是老款 T65K2 步枪。兵工厂在设计 T91 的时候，为了节省生产线改造成本，同时也为了方便后勤维修，特意在两把枪的几何尺寸上做了兼容处理。也就是说， T91 和老款 T65 的上下机匣在外部物理尺寸上是完全一致的。你可以把 T91 的上半截机匣直接插在 T65 的下半截机匣上，插销一推，严丝合缝，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完整的枪。这种模块化通用的初衷确实是好的，但在这个严丝合缝的外表下，有一个致命的盲区。工程师在优化 T91 内部结构的时候，对枪机组进行了微调。他们把 T91 枪机头上的枪机索尔，相比于老款的 T65 缩短了仅仅1毫米。这1毫米的误差实在是太尴尬了。如果再大一些，那么在混合保养枪械的时候就不会弄混；如果再小一点，两把枪就能完美适配。但偏偏是这肉眼无法察觉，枪械又无法适应的1毫米。士兵在操练结束后，经常会把一个班甚至一个排的步枪全部拆开，把零件混在一起，统一清洗和擦拭。新兵根本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分辨哪一块黑乎乎的金属是 T65 的枪机，哪一块是 T91 的枪机，毕竟它们长得实在是太像了。一旦发生零件混用，一个新兵不小心把 T91 那个短了1毫米的枪机塞进了老款 T65 的上机匣里，并且组装完毕。当端起这把拼装枪，瞄准靶子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火药剧烈燃烧，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在枪膛内疯狂膨胀。原本应该死死卡住敌火的枪机，因为那缺失了1毫米而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然后就会炸膛。这种因为1毫米公差导致的炸膛隐患，让后知后觉的兵工厂惊出一身冷汗。但是想要全部召回修改根本不可能，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补救措施，在 T91 的枪托显眼处印上警告标语，严禁上下机匣混搭，严禁枪机互换。连基层长官在打靶前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必须仔细核对枪机编号。当然，这只是 T91 身上的一个小插曲，老老实实按照听教官的话，认认真真检查编号是不会出错的。各位观众在服役期间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一下。那么谁对 T91 的好坏最有发言权呢？当然是天天玩枪的美国人。他们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什么好东西没摸过，但是就在这个枪械民用市场竞争激烈的地方，他们居然愿意排队加价购买 T91 配件，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美国，只要你有钱，什么高精尖的武器你都能买到，但就是怕没钱。谁都知道活塞 AR 好，但问题是它实在是太贵了。在美国想买一套像 HK416 或者 SIG MCS 那样的顶级活塞上机匣，价格动不动就要1500美元甚至2000美元以上。普通直喷 AR 倒是便宜，300-500美元就能搞定，但省下来的钱有时候得拿时间补回来。因为每打一发子弹，高温燃气都会一路冲进枪机系统，子弹越多，里面积的碳越多，最后你买的是一把便宜的枪，赠送的却是一套需要自己花时间伺候的清洁系统。就在这个高低端两极分化严重的市场环境下，台湾的兵工厂和美国著名的狼牌弹药公司达成了商业合作。受限于美国联邦枪械法规对进口整枪的严格限制，台湾原厂无法直接把整把 T91 卖过去，所以他们换了一个思路，直接出口 T91 的半自动上机匣组件。狼牌公司拿到货之后，换个包装，贴上 Wolf A1 的商标，直接推向美国市场。这个 Wolf A1 保留了 T91 原汁原味的短行程活塞导气系统，保留了那个可以单手抽出的快拆活塞管。最关键的是，它自带了一根货真价实的军用级别冷锻枪管，冷锻工艺制造的枪管，内部硬度极高，寿命极长，散布精度也非常优秀。这种军工品质的配件放在美国本土品牌上，绝对算得上是高端货。但是沃夫1在美国的价格竟然只要449美元，美国人着迷了，花买一把廉价气吹枪的钱，就能买到一套正宗军用冷锻枪管加活塞系统的上机匣。买回去之后，只要拿自己家里现成的 AR 下机匣，插上2个销钉，就能拼出一把耐操的活塞步枪。这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由于价格实在太诱人，再加上可靠性确实经得起考验，沃夫 A1 上市首日就卖出了上千套。
很多知名的枪械博主拿去靶场狂轰滥炸，给出的评价都是物超所值，你值得拥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T91 依靠这次成功的商业外销，口碑直接被推上了神坛，甚至被很多媒体称为世界一流的突击步枪。在商业和面子工程上 ，T91 确实赢麻了，但商业上的成功掩盖不了战术上的老旧。我们别忘了 ，T91 本质上是一把军用步枪。当这把已经服役了20年的老枪被投入到现代高强度的特种作战训练中时，它身上那些保留的老旧基因已经落后时代了。在 CQB 作战中，士兵需要左右交替换手开火，但是 T91 偏偏为了简化结构，没有在炮壳窗的后方设计弹壳偏向器。当士兵把 T91 换到左手进行瞄准射击时，弹壳会不受控制地向后飞，径直砸向左持枪射手的脸颊护目镜，甚至顺着领口掉进脖子里。而且现代枪械最讲究的是模块化，而 T91 在战术扩展性上几乎为零。别人的护目上挂满了战术手电、激光指示器、垂直握把，甚至各种夜视仪的前置设备。但是 T91 的标准版护目表面光秃秃的，连一条导轨都没有，想要挂个战术手电只能绑上去。最不好用的是它的3发点射功能。T91 保留了 T65K2 传下来的3发点射齿轮，这种传承冷战时期的设计，本意是为了防止新兵在紧张时把子弹一次性扫光，但在现代全自动卡宾枪的使用逻辑里，特种兵早就习惯了依靠手指的肌肉记忆打出精准的双发快射。3发点射不仅会让扳机手感变得沉重干涩，在近距离遭遇战中还显得非常鸡肋，限制了火力的连续爆发。那么 T91 该何去何从？如果他退役，谁能接替他呢？永远不要因为现在的不实用而去嘲笑 T91， 它是一个务实的工程典范。纵观 T91 的一生，它完美诠释了台湾军工体系最核心的生存哲学，那就是够用主义。我们回头看轻武器的发展史，上世纪80、90年代，很多地方为了追求轻武器的革命，走过很多弯路。比如德国人像机械表一样精密的 G11， 再比如美国人为了追求极致的模块化和战术扩展，搞出了一堆昂贵且笨重的系统。但是台湾的兵工厂没有去凑这个热闹，他们没有去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科幻概念，也没有去重新发明一套需要让几万名士兵重新学习的操作体系。他们只是老老实实的把几十年来在 T65 和 T86 身上积累下来的成熟火塞技术塞进了一把更短更轻刚好能打穿防弹头盔的 5.56 毫米步枪里。它看起来确实平平无奇，甚至有些落后。它保留了老旧的提把，取消了多余的推机柄，甚至因为通用零件的妥协留下了炸膛的隐患。但在有限的军费和以短期服役兵为主体的防务环境下，它做到了成本、可靠性和训练难度的最优解，这就是最极致的务实。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再务实的武器也终究要面临换代的宿命。为了弥补 T91 在现代战术环境下的种种缺陷，新一代的 T112 战斗步枪已经正式出炉，并且开始逐步接班。T112 吸取了 T91 所有的教训，它不仅配齐了全长的皮卡丁尼导轨和铝合金战术护目，还加上了两侧弹匣释放钮、双侧拉机柄。最重要的是，它终于加上那个让左撇子射手望眼欲穿的抛壳窗偏向器，再也不用担心被弹壳烫脸了。而 T91 也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以安心的将接力棒交出去了。有人说 T91 就像台湾人，低调、朴实又保守。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呢？好了，关于 T91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 T112 会在什么时候全面列装呢？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